啸、跳跃、漂移、沙尘，还有那醒目的555号蓝色战衣，似乎看见车尾灯就算你赢的说法早已深入意识，就像看见黄色与红色的搭配，自然而然想起了麦当劳一样。斯巴鲁这个叱咤风云的名字与拉力赛事构成清醒暗示，是最具传奇色彩的行业搭档。本期奥 A 频道科目7，我们就给大家讲述斯巴鲁的传奇拉力故事。在讲述斯巴鲁这段热血拉力史之前，让我们先来了解这个品牌。斯巴鲁是富士重工旗下的汽车制造品牌，成立于1953年，总部设置在日本的惠比寿。该品牌的标志为卯宿星团6连星，又名7姐妹星团。说来有趣，正常人的肉眼只能看到其中6颗星，但其实它是由多颗恒星组成的。不信，我们细看。上世纪50年代，二战后的日本经济萧条，出生的斯巴鲁尝试生产高经济性的紧凑型国民小车来满足本地市场需要。随着时间推移与技术累积，到了80年代早期，斯巴鲁为进一步拓宽自己的汽车市场，决定通过参加赛车运动来提升自己的品牌形象。经过激烈的讨论，他们最终把目标放在了拉力赛上。1980年，第一辆斯巴鲁拉力赛车 Leon WRC 在久世龙一郎的领导下，正式踏上了拉力赛舞台。那时候的斯巴鲁只参加赛季中少数分站赛事，且成绩一般，给观众留下的印象并不深刻。1988年，久世龙一郎创立了斯巴鲁技术国际公司，负责接管斯巴鲁的所有赛车活动。与此同时 ，STI 也与英国赛车制造商 ProDrive 合作，专门为参加 WRC 的斯巴鲁拉力车队准备各种比赛车辆。通过精心准备，1989年，斯巴鲁世界拉力车队正式诞生。同年，斯巴鲁推出了一款名为力狮的新车型，只在北美市场与本田雅阁、丰田凯美瑞等 B 级轿车竞争。该车采用水平对置 EJ 系列发动机，匹配4速自动或5速手动变速箱，并且还有一套智能的全时4驱系统 SAWD。早在1970年之前，斯巴鲁的工程师就在研究如何将4驱系统放置在轿车平台上。后来，他们把一台装有4驱系统的斯巴鲁初始车型在日本进行积雪测试，得到了众多消费者的赞赏。自此，信心大增的斯巴鲁开始对4驱系统有了偏执的热爱。SAWD 对称式全时4驱系统成为了斯巴鲁车型的标准配置。1990年，斯巴鲁与 ProDrive 合作推出了力狮 RS 赛车，参加 Group A 组别的拉力赛事。同年参加赛事的还有被 Group B 耽误的兰奇亚 Delta Integral 与丰田赛利塔 GT4 等高性能拉力赛车。力狮 RS 赛车由芬兰车手马尔库·阿伦驾驶，并年赢得了芬兰拉力赛的第4名，以及在1991赛季中斩获1次第3名和2次第4名。1991年，苏格兰车手克林·麦克雷受 ProDrive 老板邀请签约斯巴鲁车队。现在看来，这是斯巴鲁做的最正确的一次决定。克林·麦克雷出生在拉力世家，父亲是5届英国拉力锦标赛的冠军，二哥和舅舅也都是拉力车手，所以他从小就对4轮汽车很感兴趣。家庭的拉力氛围在无形中培养了他的车感。天赋异禀的他驾驶着力狮 RS 赛车赢得了91和92赛季的英国拉力锦标赛冠军。1993年的 WRC 赛事，斯巴鲁迎来了新的赞助商品牌 State Express 555。为了匹配香烟盒上的颜色，斯巴鲁力狮赛车的车身也喷涂了对应的蓝金配色，这便是斯巴鲁经典拉力涂装的来源。后来因禁止烟草赞助，555的图案被斯巴鲁自有的6芒星图案所替代。这种蓝色现在被官方称为拉力蓝。这一年，克林·麦克雷仍是车队里的主要车手，也是他参加 WRC 历史上第一次跑完整个赛季的一年。赛季第一站在蒙地卡罗赛道举行，斯巴鲁车队并没有参与，他的宿敌和挚友30 Evo 在这一站惊艳亮相。同样是为了提高品牌知名度来参加拉力赛的30派出高性能版本戈拉 VR4 来参加 Group A 的赛事，后来因车身尺寸太大，竞争力不强，改用基于 Lancer 轿车打造的 Evolution 来参加 WRC 赛事。初次登场的 Evo 赛车在首站就取得了第4和第6的成绩，实力不可小视。第二站，克林·麦克雷驾驶着力狮 RS 赛车登上了赛季的首个领奖台。到了新西兰站，麦克雷在砂石赛道上收获了斯巴鲁车队在整个赛季里唯一一个分站冠军。经过不断的复盘与参考其他车队的经历后，斯巴鲁意识到力狮在紧凑而曲折的赛道里显得过于庞大，弯道表现不够灵活，因此斯巴鲁车队把下一任赛车的原型车锁定在车身更短更轻的翼豹身上。
1992年11月，易报在日本发布，提供前驱、四驱、5门掀背及旅行版车型。据斯巴鲁透露，易豹使用水平对置引擎，相较于直列发动机，它的重心更低，做工时的震动也更低。双边对称的气缸共用同一根曲轴，因此引擎左右重量分布相等，可大幅提高运转时的平衡性，并获得更高的转速上限，为极限赛车运动提供了先决性保障。1994年，2届世界冠军卡洛斯·塞恩斯·塞纳莫尔加入斯巴鲁车队。和科林相比，塞恩斯经验更加丰富。除了实力强以外，塞恩斯还很擅长帮助车队打造具有竞争力的赛车。94赛季开赛后，塞恩斯驾驶着易豹赛车在前6个分站比赛中4次登上领奖台，其中希腊站获得冠军。尽管科林·麦克雷登上领奖台的次数没有塞恩斯多，但在新西兰站和英国站都取得了第1的成绩。最终，塞恩斯以总分99分获得了94赛季的年度车手亚军，科林·麦克雷屈居第4，斯巴鲁车队获得了年度车队亚军。有趣的是，练车时2位车手的态度可谓是天差地别。塞恩斯和车王舒马赫类似，总是最早一个到场，最晚一个离开，兢兢业业完成自己的工作。麦克雷则相反，不仅很晚才到，而且练车的时间也很短暂，通常开几圈之后便回家睡觉了。看似无章法的麦克雷对冠军的渴望却超乎其他人想象。95赛季开头对麦克雷来说并不顺利，开赛前4站，塞恩斯共获得了2次第1的位置，而科林只获得了1次第3。正当大家都觉得科林夺冠无望时，一双无形手正在背后默默推动他。在新西兰开赛前夕，塞恩斯在森林里骑山地摩托车负伤，不能正常参加比赛，而此站是科林最熟悉与喜爱的赛道，因此他以极大的优势抛开了身后3台实力强大的丰田赛利卡赛车，夺得第1的位置。但塞恩斯下一站的回归又让科林充满了压力。除塞恩斯本人实力以外，当时的丰田车队拥有相当多的预算，无论是车手、后勤团队以及研发资金都在斯巴鲁之上，而且丰田的赛利卡 GT4 赛车同样有着极强的竞争力，其搭载的 3S GTE 发动机是日系高性能引擎的代表作之一，再配上出色的全时4驱系统以及为拉力赛量身定做的悬挂系统，也曾统治过 WRC 一段时间。赛季最后2站，丰田一路高歌向冠军招手，而此时那双无形的手又帮助了麦克雷一把。在维修区对赛车进行维修拆解的过程中，一名赛事干事发现丰田赛车使用了违规的涡轮增压器，以获取更高的动力输出，这是怎么回事？原来在禁止 Group B 这种无限制改装的组别后，赛会便对参赛车辆的改装有着非常严格的限制，其中限制马力的最有效措施之一就是限制涡轮的进气量。进气量减少将直接影响发动机的燃烧效率，马力自然就被限制了。一般的拉力赛车会在涡轮增压前端配置限流器来限制进气量的大小，而丰田就是在限流器上做了手脚。他们在限流器的边缘设计了特殊的进气道，使发动机吸取更多空气，以至于他们的赛车比其他赛车额外高出50马力。这就是赛利卡赛车在直线上比其他赛车快一大截的根本原因。随后 FIA 给予丰田禁赛1年，并处罚取消所有积分。这样一来，只要斯巴鲁2台赛车顺利完赛，就能夺得车队总冠军。为了保证完赛，斯巴鲁车队告知车手，在下一站，也就是西班牙站，谁赢得第1，谁就是最后的车手总冠军。但为了确保车队顺利取得总冠军，不允许旗下车手们进行过于激烈的竞争，避免意外的发生，将胜利拱手让出。因此，车手们只能按照最终排位稳稳当当跑完全程。很可惜，西班牙站幸运女神并没有站在麦克雷这边，塞恩斯以几秒的优势获胜。然而，不按章法出牌的麦克雷却成为了那个不听话的人。西班牙站开赛后，麦克雷火力全开，一度领先了队友塞恩斯。车队见势不妙，就通过对讲机甚至人工拦截来让麦克雷减速，以保证安全驾驶。显然他们失败了，求生欲极强的麦克雷跑在了塞恩斯前面，但因不服从指令，麦克雷被迫为车队加罚1分钟。最终，塞恩斯夺得了西班牙站的冠军。对于车队的做法，麦克雷表示非常的愤怒，但这却恰好燃起了他夺冠的欲望。到了最后的英国站，麦克雷在自己的主场创造出一个又一个令人惊愕的分段成绩，最终他以半分钟的优势超过了2届冠军塞恩斯，赢得了1995赛季车手总冠军。据当时路边的观众以及新闻记者回忆，看麦克雷赛车是一件特别令人震撼的事情。在飞坡的时候，他比任何人飞得更高更远，在弯道时永远都是顶着油门全速驶出，闪电般的速度印证了这位天才赛车手真正的实力。
出色的赛车不仅是车手，还有车。不可否认，迈克雷的夺冠与他本人的优异驾驶天赋有着很大的关系。